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国家的诞生像孟加拉这样，伴随着如此深重的苦难，又爆发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1971年，这片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土地，经历了一场持续9个月的残酷战争，最终挣脱巴基斯坦的统治，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而，这场独立战争的代价是惊人的，几百万人丧生，几十万妇女遭到强奸，几千万人流离失所。1947年，孟加拉仅因为它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区域，而被无视其民族多样性，而被强制划入巴基斯坦，称为东巴基斯坦。而在其过后的几十年，一直遭到西巴的剥削，包括省长必须来自西巴的委任，而母语险些被消灭等一系列操作，让孟加拉忍无可忍，谋求独立建国。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上一期孟加拉独立系列视频有谈到，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载平台找也行。这一期我们将聚焦孟加拉独立战争的全过程，包括印度参战时93000名巴基斯坦军队向印度和孟加拉军队投降。这是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投降，让我们接下去往下看。大家好，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于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谈到了西巴如何长期剥削东巴，甚至想消灭其母语。如果你还没看到，可以点击上面的去看，或者下载平台找也行。1970年11月12日，超强旋风博拉袭击东巴基斯坦，造成30至50万人死亡，成为20世纪最致命的天然灾害之一。这场天灾成为压垮东西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西巴的救援行动低效且缓慢，饱受批评。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到灾后的1周后才承认全灾失误，引发东巴基斯坦人民强烈愤慨。灾后3周内，东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谴责西巴政府冷酷无情，5万民众集会要求总统辞职。同年1970年也举行了大选，这是孟加拉独立运动的转折点。毫无意外，种种的不满都将反映在选票上。东巴领导人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在东巴基斯坦的169个席位中赢得167席，获得全国议会的绝对多数。这场胜利给东巴基斯坦人民带来了希望和赋权感。按照民主原则，穆吉布拉赫曼理应成为巴基斯坦的总理，但西巴政治精英拒绝交权，并提出歧视性的双总理制方案，由西巴继续掌控国防、外交等核心权力，东巴仅保留有限的自治。这一公然剥夺民选政府权力的行为，彻底激化了东西巴矛盾，并直接推动了后续的独立运动。1971年3月，东巴领导人穆吉布与巴基斯坦军政府在达卡举行最终谈判，坚持6点自治方案，包括财政自主、独立外交等。在谈判期间，西巴却秘密调集兵力，准备镇压。3月25日，谈判破裂，当晚巴基斯坦军队就发动了代号“探照灯行动”。探照灯行动对东巴实施系统性的种族清洗。这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在48个小时内击毁东巴的反抗能力，并通过恐怖统治扼杀独立运动。巴基斯坦军队特别针对知识分子群体，按照事先准备的名单，处决了100多名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记者等。在达卡大学，士兵更用机枪扫射学生宿舍，造成几百名学生无辜死亡。事后估计有20万至40万妇女遭到强奸，部分被囚禁在军营中作为性奴隶，导致大量的战争婴儿出生。西巴的宗教领袖甚至将这种强奸合理化，称孟加拉女性为战争的战利品。当然了，鉴于西巴已经出兵做出镇压这种行为，东巴自然也不忍了，你做初一，我做初五。1971年3月26日凌晨，东巴领导人穆吉布签署了孟加拉独立宣言，通过吉大港电台向全国广播。这份在枪声中诞生的独立宣言，宣告了孟加拉共和国的成立。尽管巴基斯坦当局立即逮捕了穆吉布等主要领导人，但已经流亡印度的政治精英们早在印度边境小镇组建了临时政府，并组织穆提巴希尼，也就是自由战士开展武装反抗，也就是游击队。然而，这场冲突让约1000万难民涌入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等地，印度政府因此面临空前的人道主义压力，并出于要肢解巴基斯坦，避免未来遭到左右夹攻的目的下，暗中协助孟加拉训练士兵、武器弹药补给、情报支持等。最后成功组建了一支约10万人的庞大游击队进行反击。印度当时不敢直接介入，是因为顾及到巴基斯坦属于西方阵营，正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印度心里没底啊。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与印度进行了接触，并于同年8月签署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双方承诺在对方遭受袭击时提供军事协助。此条约签署后，印度的底气有了，敢直接出兵攻打巴基斯坦，肢解巴基斯坦。
因为他知道美国不敢对其怎么样，因为打狗也要看我后面的主人。因为我现在后面的主人是苏联，美国最多只是提供军事或者是武器支持，不敢直接下场与印度干。所以只要作战对象是巴基斯坦，印度有绝对的把握可以完胜他，所以印度无后顾之忧的。只要美国不下场，这场仗他赢定了。所以印度现在只欠一个借口，出兵的借口。但好就好在巴基斯坦自己送这个借口来。1971年12月3日，西巴基斯坦发动成吉思汗行动，对印度空军基地和雷达进行了空中打击，但成效甚微，印军因此捡到了枪。印度领导人甘地向全国发表讲话，指巴基斯坦已对印度发动战争。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the war clouds deepened over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war began on the 3rd of December 1971 when the Pakistan Air Force launched Operation Genghis Khan, a preemptive strike on 11 Indian air stations. It paved the way for India formally signaling war. पाकिस्तानी हवाई जहाजों ने हमारे हवाई अड्डों पर बमबाजी की। मुझे जरा भी संदेह नहीं है कि विजयी भारत की जनता की, भारत की बहादुर सेना की हो।此后，印度光明正大全面参战了，将地区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印度海空军直接封锁了那些被派往东巴参战的西巴军队的退路，以压倒性优势攻入东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军一起前后夹攻西巴军队。1971年第3次印巴战争就因此打响了，2周内就让西巴军队彻底投降了。The war itself, quick and decisive, lasted only 13 days. The Indian Air Force conducted nearly 6,000 sorties o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fronts. Air power was seen as a key contributor to the historic victory. Military, humanitarian and diplomatic support from India during Bangladesh's liberation wa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angladesh's independence. 1971年12月6日，巴基斯坦东线指挥官雅尼奇中将向印度孟加拉联军投降，标志着孟加拉国解放战争的结束。超过9万名巴基斯坦士兵被俘，成为2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投降事件。Provide all protection and safety. No measures of reprisals would be taken. Free boarding, matching, medical facilities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all and all your ranks. Then, on the command of their own senior officer present, General Mohammad Jamshed, the leaders of Pakistan's defeated army laid their pistols, Sten guns and rifles on the grass in the final token of surrender. 为了确保平稳过渡，1972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辛腊协议。该条约确保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独立，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遣返。最终，孟加拉国终于在1971年12月16日获得独立，并于1972年1月11日更名为孟加拉国，并根据宪法成为民主议会制国家。印度则遵循日内瓦公约，在5个月内释放了93000名巴基斯坦战俘，并归还了13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些领土是战争期间所占领的西巴领土，但保留了部分卡吉尔等战略要地。这场持续了9个月的战争，最后并没有把东巴基斯坦给留住，更造成了几百万人的伤亡，几十万妇女遭到强奸。1971, a new nation is born. How a cry of anguish made India help set a nation free. How a mighty set of heroes achieved India's greatest military victory. How India and Mukti Bahini fought side by side. How land, water and air merged as one. 最后造成西巴政府自己都垮台了，还有9万多名士兵被印度俘虏。所以你认为这值得吗？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的分享到这，喜欢这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想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划分为何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几千万人逃难呢？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于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拜拜。